富士康的鸟们开始往外跑了啊！这都是富士康的人，看我提的东西，不知道落讲问落了。对，富士康的鸟们，大家都注意点啊！那边那仨都在时间长在那歇嘞，这边这叫。您刚才看到的场景啊，不是电影《1942》重拍，也不是遇到什么大灾年，老百姓开始逃荒，而是河南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啊，逃离自己的厂区啊，想要用双腿走回自己的家乡。真是恍如国事啊！大家都知道，电影《1942》啊，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的老百姓遭遇了大灾，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陕西、甘肃、湖北这些城市，想要讨口活路嘛。结果呢，这个经历后来被冯小刚改编成了电影，这个沿途啊，这些老百姓的悲惨遭遇啊，一定大家都记忆犹深、记忆犹新啊。现在呢，历史仿佛是一个轮回啊，又是河南的老百姓又开始用双脚腿啊，开始漫长的这种旅程。只不过这个旅程呢，是要从厂区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毕竟让人重新想起历史上这个场景，所以有人说历史真是一个轮回呀。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富士康的这些员工们是吧，不愿意在那继续工作了，要用走路的方式要逃回自己的家乡呢？这话呀，要从10月初开始说起。进入10月份的时候啊，整个河南省的风控措施啊，都开始一轮非常紧张的这个提及。因为我自己的亲戚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在河南居住，比如说洛阳，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封控了，而且呢，也不再公布这个所谓的阳性的数字了。突然早上起来的时候，小区就被封了。我自己的很多亲戚朋友都被封在小区里啊，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甚至说实在的，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阳性。一个现实而合理的推测，可能就是面临到16大要召开了，各地的政府都在开始层层加码。那么郑州也是如此啊，所以到了10月1号开始啊，也是郑州的很多小区都开始封控，同时这个核酸就开始要单日核酸，每天都是24小时的核酸。所以在郑州的富士康的厂区里面也开始实行所谓的单日核酸。郑州的富士康的厂区啊，一共分为2个，一个是港区，一个是经济开发区。港区的这个富士康啊，号称有20万人，据我的了解呢，大概有10几万人在这工作，是富士康在全国比较大的一个厂区啊。当年这个郭台铭要从这个深圳往北搬迁的时候，郑州市啊就极力邀请富士康到他那建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郑州的空港啊是全亚洲最大的货运机场，所以这个地方物流非常方便。那么郑州市政府为了吸引富士康来，就在这个空港旁边拨出了一块地，把厂房都给建好了，而且承诺富士康帮助他们招工人，所以郭台铭就把富士康搬到了这里头。这港区的富士康的规模非常大。那么从10月1号开始，这富士康呢就开始单日核酸。这个单日核酸采取的是混管的方式。所谓混管就是20个人一管，然后来检测这个核酸。结果10月1号开始检测，10月2号就发现有阳性的了。结果一有阳性的，这可麻烦了。这按照规定，这20个混管的人全部要拉到一个豫康北的地方进行隔离。然后呢，你这个20个混管中间所谓的核酸异常的这些人啊，你自己同宿舍的人也要在宿舍中间观察3天才能继续上岗。这一下就导致啊，就整个富士康的生产线的员工开始迅速的减少，因为混管从10月2号开始发现有阳性的，陆陆续续发现阳性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富士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就不再让这个开始堂食了，就食堂就在厂区里不能吃饭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吃饭就要回宿舍。回宿舍吃饭的时候，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因为富士康的那些宿舍离厂区都距离挺远的，有的坐车要开车要开半个小时40分钟，要走回去的话有的时间更长啊。所以这个员工还得拿着盒饭回到自己的宿舍，再吃完饭再来，所以这个确实是很疲倦。富士康就把中午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一下子给了这些人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员工在减少的时候，富士康也出台了一些激励措施，上1天班多加50块钱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出事儿，但真正慢慢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就是16号。16号的时候，郑州市大家都知道，16号是16大啊，20大，我老把这个20大说成16大啊。这个
20大召开的日子，那全国这个各地的风控措施又上了一个级别。这郑州市也是如此啊，郑州市就宣布港区要封锁。这港区要封锁的时候，这个时候政策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呢？富士康的宿舍啊，其实分2种，一种是富士康自己给自己员工盖的宿舍，那么你在宿舍里头住，然后呢你在工厂里上班，这2点一线，你每天从宿舍到工厂之间用富士康的大巴给你拉过来。但是富士康里的许多工人并不在宿舍里住，他们在外面附近自己租房住。为什么呢？因为富士康的自己的宿舍是8个人一间，你在自己旁边的那个地方住呢，你可以条件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港区附近有个地方叫张庄，这个张庄原先就是一个村儿，因为富士康在这个地方建厂，它也繁荣起来了。这里的村民很多建了一些违建，这违建里就租给这些富士康的工人嘛。这富士康的工人可以在那个地方租2人间，也可以住1人间。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讲，它比那个所谓的那个富士康厂区里的宿舍条件要好一些。据说这个张庄啊，有5、6万人在这居住，规模非常大，都是富士康的工人呐。结果这个港区要封锁的时候，这5、6万人怎么办？郑州市就规定说，你们这个富士康的工人，你要么回宿舍去住，要么你住酒店。总而言之，我这个地方要封锁。其实张庄当时并没有发现阳性。只不过郑州市啊搞得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防控措施，规定你必须离开，必须采用，你要么回宿舍吗？要么你就住酒店嘛。结果这时候有些人富士康的工人并没有太当回事儿，结果到了16号之后开始一封控，出不去了。你要想去你这个工作的话，你这个整个这个张庄一封控，你出不去了嘛？出不去的时候呢，富士康就宣布这些人呢是矿工，这下可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富士康有一个制度叫返费制度。富士康的基本工资很低啊，一般人你到这打工啊，1个月的基本工资底薪是2100，加上加班费也就是3500左右，应该说收入很低。但是富士康有一个特殊的返费制度，就是你干满3个月会给你发一笔返费，这个返费呢是7500到9000块钱之间，大概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所以很多人到富士康工作都是等着这笔返费的。富士康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这个工作有很强的季节性，就苹果产品，它要发布的时候，富士康就开始大规模的招工人。等着这个生产高峰过去了，很多工人就又走了。所以7、8、9、10这几个月呀，是富士康的生产的高峰。这几个月，他一定要鼓励工人在这地方干满3个月，所以推出了这样一个返费制度。但是返费制度你要想拿到钱，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不能旷工。然后你事假病假，如果你请的话，按比例给你扣的还比较多，所以工人一听说你要把它算旷工，那就不干了，就开始闹了，对不对？富士康他给人感觉他好像也有理由，他说我给你安排的宿舍，你不愿意回来住嘛，所以这就叫强制返宿，导致了第1轮的富士康的工人跟这个厂区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厂区里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一开始混管之后呢，导致大规模的人从生产线上撤离，生产线上人越来越少，最后富士康就把混管改成了单采，就每个人采一个，你1个人采完之后，你没事你就继续上生产线去工作去了，不需要所谓的给你拉去隔离了。但是单采它又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所以那些工人下班之后单采完成之后，第2天才能上班吧，结果单采的队伍要排5公里，1个人单采。光是采一下核酸，平均要花费4个小时。你想想，上班已经非常累了，下了班之后，平均1天干10个小时，下了班之后再排队4个小时去做单采，你想想，那很多人是苦不堪言，是吧？所以就是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矛盾就开始爆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混采也好单采也好整个港区里头发现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境内的这些政府官员、政府部门宣传这些所谓的奥密克戎都觉得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所以老百姓看到政府的风控措施越来越严的时候，他就本能的认为这个病非常可怕，所以看到厂区里面此起彼伏的阳性数字所以很多人也开始恐慌。所以就这么一个背景下，到25号左右的时候富士康宿舍的保安基本都跑光了。为什么？因为保安就是临时工，他们又没有返费，所以说他们一看觉得这个厂区里头这个人都不上班了，然后生产线人越来越少，都去拉去隔离了，那个氛围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保安就率先跑了。保安率先跑了之后，这些工人由于被封在了张庄那个地方，又不能上班，然后又被算作旷工，这些工人其实也觉得这个反废无望。再加上这个时候就开始传言，说这个地方武警要进来，要把这个整个地方封锁起来，再不跑啊，其实你就跑不掉了。这个时候，很多富士康的员工就开始逃离富士康的厂区，要往回家走。那往家走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徒步呢？这就说了另外一个因素了，因为郑州市把整个港区封锁了起来。封锁之后啊，其实外地很多地方政府啊，也知道自己有很多自己这个籍贯的老百姓啊，在富士康打工，他们也想到郑州去接这些自己的市民呐、或者村民呐、回自己的那个家乡啊，但是他们进不了港区，他们的车就只能停在高速路上。所以你看到啊，那些跑的人一开始都是在田间地头，在村里头穿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这条路啊跑出去之后，然后走到高速公路上，走到特定的高速口呢，到那个地方，地方政府在那儿开着车等着他们爬上去，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于是就形成了各位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个盛景，就是这些富士康的员工们说什么都不干了，就开始往外跑。当然，这形成这个局面之后，富士康和郑州政府也开始着急了，对不对？你想啊，富士康对于郑州市多重要啊！富士康一年出口300亿呀，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富士康的工厂，大家对富士康的依赖程度不一样啊，外贸啊。郑州市的出口额90%靠富士康一家企业啊，整个河南省好像整个出口的这个数额啊，60%来自于富士康。所以富士康如果一旦崩溃了，也就意味着整个郑州市的外贸出口就崩溃了嘛。所以富士康和郑州市政府这2天又开始密集的商讨啊，就开始采取一些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鼓励大家回来上班，开始加班加价。现在在富士康，你要上班一天给你多加100块钱，前一段时间是一天加50，现在改了，加钱了。你只要上1天班，在原先基础上，我给你加100块钱。第二，干够10天再发1500。那这个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员工还是上班，这是一个措施。第二个措施，据这个富士康的员工跟我讲，现在在富士康里面已经开始不做核酸了，做什么？做鼻子的抗原。其实抗原跟核酸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这个抗原阳性不等于核酸阳性，也就是说放弃了核酸检测这个方式。那么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变相的说白了吧，就是不再搞那种所谓的混采啊、单采啊，都不搞了。你只要能来上班，继续生产都可以。但富士康的员工给我讲啊，他说现在生产线上，应该说过去的生产能力15%到20%都不到，就大规模的人都开始逃离了。就是你用这种方式来搞，大家也不在这儿了。所以这就是富士康今天的局面啊。然后呢，政府现在也开始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外地接的一些车辆可以开到了离富士康比较近的地方去接这些老百姓，接这些不愿意在富士康打工的人，这个回家了。就在今天，就是在这个富士康的门口，他们还跟我讲，他说这门口这个地方等待回家的那个富士康的员工加起来黑压压，看起来还有几千人。这差不多就是整个富士康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好像郑州市政府啊，这个口风也有点变化。一个是关于富士康这件事情啊，没有大规模的风控，就是视频你去抖音啊，去这个微博都能看得到。这个其实跟过去的疫情的情况有所不同。你看其他地方，如果疫情中间有信息啊，你基本上有，他就给你咔嚓掉。但是富士康这个视频，你去抖音上你去看，还存在挺大的。而且第二个就是郑州市政府啊，现在开始吹风。说奥密克戎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所以载毒量啊比较低，是吧？载毒量比较低，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奥密克戎没有你们想，没有我们过去我们说的那么严重。其实那个过去说的严重，还不是他们政府说的吗？就给人感觉郑州市想至少在富士康这个厂区之内搞一把，我不搞核酸检测了，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的这么一个试验吧。所以很多富士康现在的那些员工为什么跑啊？很多人由于长期的这个对他们的宣传，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病毒非常严重，
这个病毒非常严重之后，他们不愿意当小白鼠。你真把他们关在了一个富士康的厂区啊，你们都不管我们了，我们都是阳性，最后我们死在里面都不管了。很多人是这种心态，他害怕自己成为这个所谓的这一个所谓实验区的实验品。说白了，这也是其实咎由自取，是吧？这个按说啊，富士康里打工的这些员工都是年轻人，其实这个年轻人对奥密克戎的这个所谓的抵抗力啊，就是我们的过去都讲过嘛。如果按照实验来讲，应该说基本都没事儿。但是由于长期的这个宣传呢，害怕呀，是吧？就政府部门天天宣传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采取那种非常严的这种所谓的防控措施，终于把自己玩崩溃了。所以富士康这件事情啊，在我看来最值得观察的有这么几点啊。第一，其实富士康这个事情之所以能闹起来，肯定还是因为10月份的20大这个政策啊，风控措施层加码，最终导致崩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6号开始，其实港区当时并没有发现特别严重的事情，就直接封控了，包括那张庄那个地方就直接封控了，其实没有政策依据。但是为什么呢？因为16大期间，政府部门害怕宁左勿右，就把这个东西通通都开始封控起来了，跟各地都一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富士康这件事情呢，它是第一次在国内啊，因为风控所导致的系统性崩溃的案例。大家可能还记得啊，我这几个月之前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防疫措施啊，怎么能够解除？其中有一个因素有可能想可以使他们转向，这个因素就是说这个措施搞不下去了，崩溃了，导致经济崩溃了，他就完了，他就搞不下去了，对不对？如果你按照正常讲，就我上周讲的，那可能到明年2024年年初，它可能才有可能解除啊。但是这中间如果要是出现所谓的系统性崩溃，它有可能会提前转向。其实富士康这件事情就是我说的这个案例，因为它越来越高，就相当于地上悬河一样，垒得越来越高，终于在富士康这个地方爆发了一个溃口。因为富士康这些人他跟别的不一样，他们不是在这地方生活的，他是在这地方生产的。你不让他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产，他就不会在这地方待着，他就会跑，他就会逃离这个地方。而逃离之后，导致生产线上没有工人之后，富士康的生产陷入到崩溃。大家都知道啊，这2年啊，其实富士康的产业一直在外移，比如说印度啊、越南呐，现在都有富士康的工厂了。整个中国制造的标志性的这个工厂富士康啊，现在面临着其实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的高度竞争。那你如果中国这个地方产业要是崩溃了，其实给了越南、给了这个印度非常大的机会。那你想想，中国这一年的300亿出口的富士康的这个数额全部转移走，那对中国的外贸的影响，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多人实际上不堪重负的。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了吗？郑州市政府急了，明显的急了。也就是说，面对一方面所谓的那种政治高压，他要搞层加码，但是突然富士康崩溃了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东西是要命的，那个地方只是要你的权利的。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崩溃了的话，你想想，且不说这些就业人口了，整个郑州市的经济都可能会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我个人觉得富士康这件事情呢，从某种角度来讲，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儿。这件好事我们值得后续观察，就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导致这种所谓的系统性崩溃，真的或许有可能促使整个现在的过度防疫的这个措施发生改变。但它的如果真发生改变，也需要一个前置条件。现在富士康不是已经开始做实验了吗？就是厂区之内不再做核酸了，就只做抗原。这抗原说白了还是一个掩人耳目的，这总不能完全宣布不做核酸了吧？他搞一个遮掩的方式，就是做所谓的鼻腔抗原。那么实行3个月以后，假如说整个富士康的厂区都没事儿，大家每天在安心生产，就算可能都阳性了，其实也完全正常。那从某种角度来讲，不也能证明其实这样的措施，过去搞的那个措施没有必要吗？所以啊，富士康这件事情或许真的是在做某种实验，我们也欢迎做这种实验。这个实验真的要是做起来的话，没准真的可以促使郑州市的政府可以大胆的向上级部门去说，他说你看富士康我们做了实验了，真的没事儿啊，真的可以不需要通过那种方式来搞啊。
所谓的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那些背井离乡，从富士康开始逃离的这些老百姓啊，在沿途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啊，我个人觉得也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浮世绘。他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讲述了这个防疫政策的荒谬、荒唐，也同时用这种逃离的方式，它不是抗争，它是逃离，使得这个政策崩溃的方式啊，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经常说啊，这种无声的抗议一旦汇聚起来的话，其实也真的有可能就是改变的开始。我们呢都希望啊，这些能够拔越千山万水回到自己家乡的人呢，都能顺利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也希望啊，富士康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生产，也更希望中国的防疫措施早一点这种变态的防疫措施啊早一点结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里。告诉后边的人，你们把这反光贴在你们的行李箱或者衣服上，大车能看到你们，这样安全。你们捡起来一定要贴呀，一定要贴啊！